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1月18号星期六，今天没有集体的平田先生的早训练。今天我给自己安排了一个有点强度的课，3个5公里，间隔4分钟慢跑。期待的目标是都跑到马拉松配速，或者更快一点。像这种就是为了半马比赛的训练。今天有点冷，一会儿我到集合那儿就开始，还有雷吗？一会儿到集合那儿就开始热身了3公里多。天太黑了，就跟大家一会儿每一组汇报一下，最后一组可能能拍。第一个5公里跑完18分36，但是看不了平均配速了。第一圈3分48好像是第1公里，然后都是3分47，最后2公里快了一点，好像是，也可能是第一圈快。一会儿还有几分钟准备第2组，中间间隔4分钟慢跑。18分36，我记得我上一次跑3个5公里还是取消那年的北马之前，好像是，也可能是更之前。那时候3个5公里能跑到19分半就很棒了，所以还是有进步的，是不是？好吧，第2个5公里18分21，看能看清吗？最右边那数。第一个5公里18分36，第2个18分21，但是我挺累的了，还有一个，它这天太冷，出汗就干，然后手套扎手，我觉得这个风。4分钟轻松跑，然后最后一组，加油！到了。上1公里3分33，还有最后1公里。像这种日出的清晨，还有天不亮的凌晨，这么多年，跑到这时候，我特别想说，虽然特别累，是这个频道，是屏幕前的各位，我们一起，有时候真的挺难挺累的。比方说现在，
现在是第3个5公里的最后几百米，加油加油！最后1公里3分36，上一个5公里，也是最后一个5公里，18分01，差一点儿，18分01。因为如果有一个明显的显示时间，我是肯定可以跑进18分的，还差这1秒啊！一会儿咱们再聊啊。像今天这个训练就是突发奇想，我想的是今天得练点什么，但是没想好练什么。昨天本来想的是跑一个长距离，跑一个30公里，然后就想怎么跑，说是跑进加速的还是最后冲一冲，但是想着下一场比赛应该是半马，所以应该有跑速度。跑速度呢，最近老跑短的速度了，就早上起来随便配了一个5公里3组，中间间隔4分钟慢跑。热身跟冷身，现在就是冷身阶段，都是自由模式，就是手动停，这样我就比较好凑距离。现在才进入冷身模式，因为最后一个5公里的结束还有一个4分钟。像这种我现在用 Pace Pro 拿手机配一配就很方便，就是我觉得它的那个训练画面，就如果你是训练模式，默认的那个训练画面的字段，如果可以自定义就更好了。现在好像是你选不同的目标，它那个主要显示的内容不一样，比方说选的是心率啊，或者选的是配速啊，或者什么百分比啊，这些那个要是能定制就好了。我知道在训练的时候是可以滚到其他页面的，我知道的。
像这种3个5公里真的挺顶的，就是新手初跑期的小伙伴们不要尝试这种马拉松跑进3小时再尝试这种，否则弊大于利。因为你可能到最后一个5公里的时候就顶不动了。像这种不管是变速跑还是间歇跑，我的观点是最后一定要顶住。就最理想的就是你看我每次的这种训练，就是最后一组得是最快的，当然不是以牺牲前面那些组故意跑慢为代价。但是今天这种跑，包括神户马拉松之前的那个10公里，能看出明显的感觉，就是早晨起来的晨跑。就算我跑到这儿热身有将近3.5公里，依然是不行的，这一上来跑不动。我今天第一个5公里，第1公里手表一直提醒我慢了，因为我设置的速度最慢是3分48，那时候一直都是3分50，但是我觉得我挺使劲了。但是你看跑到2公里以后就跑开了，后来就是手表总会提醒我有点慢了，或者有点快了，抱歉。结束今天。所以这边的比赛起跑晚是挺有好处的，就晚一点就不一样。一方面是因为天黑天冷，另一方面我觉得主要就是这个作息规律、生物钟的问题。白天就是比早上起来容易进入状态，这个我觉得和热身关系都不太大。所以你看，在北京比赛，或者那次去台北，就是那种出发特早的比赛，我都特早起，就让比赛的时候是我生物钟的中午，就特合适。它这种3个5公里练什么呢？其实对于马拉松或者是半程马拉松是有帮助的，是很有帮助的。它比短的间歇有帮助。短的间歇是让你拼尽全力冲到你速度的上限，去拉你速度的天花板。比方说这2年，我在这儿的训练，海豆，周3跟大家一起跑强度，冲击我的天花板。现在我的天花板可以，我觉得好一点的天气，如果在田径场，我觉得1公里可以跑进3分钟了。然后5公里，我觉得我现在可以跑进17分钟了，去年还不行。但是这些呢，可能对半马、全马的帮助没有想象的那么大。就比方说上周末的那个10公里比赛，那就是极限了。但是那刚10公里才跑了30多分钟，所以它跟半马、全马关系不大。半马也不可能跑到那个配速，半马可能跑到我这次努力试一试，继续3分36就好了，因为它毕竟是21公里。而这种长距离的，可能不能叫完全叫间歇跑了，可能就是余值跑，连续3个，中间有间隔这种。它是帮你顶马拉松顶不住的时候，我的判断是，就让你在顶不住的时候能更顶一点，能再坚持一会儿。有的时候其实就是差那一会儿。那比方说跑半马，半马一般到了13公里、14公里的时候，是开始特别艰难了就。这是第一个顶不住的点。然后这儿有的人就崩了，包括专业的，就像大阪半马之所以水平高，是因为有好多学校中学生拉过来以赛代练，或者是直接就是赛，都是能跑进1小时15的。去年我冲到最后1-2公里，我看照片，周围还有好多女学生呢。像到13公里，
这些人第一波放弃的就出现了，他觉得可能没有达到他的状态，顶不过去了。但是这儿你顶过去，你顶到15公里，你一看，哎，到15公里，像差不多我的水平的话，就是50多分钟，心里踏实一下。然后可能到15公里，感觉会稍微的就缓过来一点。然后17公里之后是第二次难受的时候，就是半马也难受，跟全马不一样。半马也难受，就是你觉得你跑不动了，一步都跑不动了。但是在你跑不动之前呢，你可能不会慢慢的掉速，可能每个人不一样啊，这是我的感受。这时候呢，就考验第二次顶到什么时候？顶到20公里，到20公里，顶不顶的，反正就这样了。最后半马到20公里，到最后基本上，如果是拼成绩的比赛，可能他自己叫什么都快想不起来了。所以半马比较艰难，这种3个5公里是很适合，去训练这种比赛。如果你的目标就是5公里、10公里的比赛，不要练这种没有用，太顶了，然后消耗也太大。像这种训练我的补给是怎么做呢？今天4点起来，一杯黑咖啡，吃了一片白吐司，就是薄切的白吐司，那一片大概的热量是100千卡，就没有了。然后跑完第2公里的时候，吃了一个100千卡的能量胶，顶第3个，就跑完第2个马上就吃，因为我的体感是能量胶差不多吃下去以后的7、8分钟开始有感觉，10分钟的时候感觉最明显。我组间休息是4分钟，就跑完了第2个5公里马上就吃，等第3个5公里到跑完第1公里的时候，基本上也就开始充能了。因为像我现在这体重，我这么跑5公里，差不多是260千卡跑一个。就不是说吃能量胶的目的，不是说因为没有能量了，因为差不多就是你睡一宿觉什么都不吃，也能，就我这个体重也能支撑一个半马，只不过就是希望能有糖直接进来，让最后一个5公里能顶一点。你看到现在为止22公里多，1小时36。我要是什么都不吃，早上起来到现在，差不多就是能就基本上就能消耗完。所以有的时候像夏天的时候跑长距离，跑30公里，就春秋的时候，就是完全空腹跑30，中间也没有补给，那种跑完的话就有那种精疲力尽的感觉。但是回去就赶紧吃早饭，也没事儿。这就是不同的训练有不同的刺激身体的点，有的时候并不是靠科学组织一个课表，说今天刺激这儿，明天刺激那儿，你就是潜移默化、不知不觉的。有的时候呢，能刺激肌肉的力量极限；有的时候呢，能刺激自己代谢的极限，就是这样。哎，今天这个5公里跑完，信心就会好很多。有的时候就是你得时不时跑一些让自己觉得难的课，因为有的时候像短距离的间歇这种，它不是一种难，短距离的间歇是冲速度，而长距离的间歇或者这种挑战呢，或者再长的那种阈值跑，比方说14、15公里的那种，这种跑完是另外一种。您这又是对心理的刺激，所以马拉松这个事儿就是自己
就自己对付自己的过程。行吧，训练后聊啊。1月18号星期六清晨训练结束，一共跑了26公里，整体的平均配速是4分23。训练负荷今天是较大，有氧跟无氧的效果都是提高，最快的1公里3分36，平均心率152。今天的课表是3个5公里，先是热身到大阪城，然后3个5公里中间间隔4分钟，4分钟就是慢跑，之后就冷身回来，给大家看看单圈数据，我贴屏幕上。热身了 3.66 公里，平均配速5分03，之后第一个5公里平均配速3分43 ，18分37秒，之后的4分钟的间隔慢跑，平均配速5分55，第二个5公里的平均配速是3分40，时间是18分21，之后下一个4分钟因为吃了个能量胶，走了几步，平均配速7分11，最后一个5公里平均配速3分36，还行吧，时间18分02。当时手表结束的时候18分01，就手表那个瞬时推送它是往前舍，然后结束这个是往后进，所以回去问问购车的小伙伴，看看有没有计划能够在训练的那个画面来定制页面，因为我也不喜欢定制太多的页面，就这样往下滚，因为有的时候也不知道滚到哪儿去，而且到冬天的时候，这个旋钮在这儿的时候，有可能会被衣服跟手套转到。7点半了，行，今天下午北京时间1点半还是直播间，咱们聊聊天。这周没什么事儿，下周是春节前最后一周了，也就可以稍微轻松一点，然后跑1个半马，跟大家喝个啤酒，然后就回北京了。剩下的回北京再说，好吧？今天就是3个5公里的训练，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简单的训练心得吧，还是挺累的，真的挺累的。最后跑下来腿都有点迈不动了，赶紧回去吃饭。最后还是祝大家呢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明天和下午直播间再见。